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次影片，小片我跟大家分析了一家传统的印刷及出版社公司，讲解了他们公司因为这一次 MCO 下所促成的数码化转型。那么今天小片我要分享的公司就是大众都很喜欢的一家公司，基本上每个季度都有朋友们要求小片我分析的公司。安迪安哥最爱他们的股票和筹码，年轻人最爱他的 Starbucks 和冷风。相信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小片我在说哪一家公司了吧？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相信大家都知道小片我在说哪一家公司了吧？它就是云顶大马Genting Malaysia。关于他们公司的结构和业务与Genting Malaysia及Genting的差别，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支影片就不会再重复。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观看哦。那么今天我们将把重点放在马来西亚又再一次实施了 MCO 3.0， 云顶赌场又被关闭了，那么他们是否能再次挺过难关呢？和到底是什么让云顶有那么硬的靠山，无论风吹雨打都还是稳如泰山？开始前，这里请容许小片我打个小广告，扭转乾坤的技术分析班正式开放报名了哦。这个分析班可以让各位投资者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掌握、了解并学会如何使用各种指标与图形，以断定一家公司的图标是否有趋势以及适不适合入场，保证物超所值。而且为了回馈之前相信我们并参与过我们新手教学班的朋友们，这一次也将会得到一个大优惠哦。感兴趣了解的朋友们，请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片哦。那么回到正题，首先我们先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一共是 623.4 个 million 的收入，比起上个季度的1个 billion 的收入是减少了大约400个 million 左右，下跌了 40%。而盈利方面则是从 240.8 个 million 的亏损增加到了 483.6 个 million 的亏损，大约增加了1倍。原因相信也不用多说，和前几个季度一样，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和 MCO 2.0 在1月的时候的实施，导致游客人数下降，收入减少。相信最近又上山的朋友们都有体验到云顶门可罗雀的现象。那么今天我们注重的还是在他们是否能支撑这样的亏损，因为未来相信 MCO 3.0 的打击将会是比这个季度的 MCO 2.0 来得更大。那要看他们是否能支撑，我们就要从2个方面开始着手，那就是他们的现金流和债务。首先要看现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有钱他们就能一直在这个疫情下支撑下去。而从他们的 balance sheet 财务报表上看，他们的现金已经从疫情前的7个 billion 下滑到了2个 billion， 可以见得疫情对他们的打击实在不小。但是是不是说一年下来少了4个 billion 的现金，就代表他们今年只剩下2个 billion， 将不够支撑他们的财政呢？大家先别激动，不要明天就把云顶卖了。别忘了我们还要看第2项事情，那就是他们的债务。原因是我们要看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他们，如果银行是愿意的，那么倒是没有问题了。就拿这个季度来看，他们从银行贷款和 notes 票据所得到的钱就高达 2.9 个 billion， 比起红飞机用尽各种方式筹款的窘境，云顶大马显得轻松很多。那么这个 notes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等下会给大家做解释，因为这也是云顶之所以那么硬的地方。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有哪一些利空和利好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一项利好就是比起去年的同个季度的346个 million 的 impairment loss， 这个季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个季度只有7个 million 的 impairment loss， 可能很多人就会问到，那这个 impairment loss 在未来还会出现吗？小编是觉得之前的 impairment loss 主要原因是因为英国当时进入封城状态，而导致云顶的 Resort World Birmingham 和 Resort World Bimini 都无法营业。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云顶大马海外业务的2个主要国家，英国已经有大约 30% 的人民进行了接种疫苗，而美国 50% 的成年人也已经接种疫苗了。相信在封城的可能性也会比去年大大减少，所以再一次 impairment loss 唯有可能是因为大马的业务导致而已。之后第2项利好就有如刚才所说到的，英国开封，赌场也开始营业，相信未来将带来正面的盈利。而且上期有提到的 Resort World New York Hotel 的 Hyatt Regency JFK 也将在今年营业。至于其他利好都是之前提过，例如马来西亚的户外乐园将在今年开幕等等的事件。说完了利好，接下来
来我们来说说利空，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如今疫情还是非常严峻，马来西亚的赌场得暂时关闭，和其他商店只能从早上8点营业至下午8点，而云顶大马主要的收入来源都还是来自赌博业务，所以说疫情之前他们赌博业务就占了他们收入的70%左右，而这一次的封城当然也就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少，但是相信这些都是在投资者们的预料当中。而第二项利空则是小编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云顶又向他们的 Empire Resort 注资了。相信有关注云顶大马的朋友们都还记得Empire Resort 的事情吧，就是老板从他其他集团手上把这个亏钱的产业放入云顶大马，当时投资者都觉得老板要他们背黑锅，而接下来的日子也不断的为这个 Empire Resort 注资，而这一次又注资了82个 million， 虽然说这家 Empire Resort 未来可能会赚钱，但是云顶大马屡次用这种方式拯救自己的业务，也将会失去投资者们的信心。说完了利空之后，我们再来看刚刚说到的 Notes 票据，这也是小编我觉得云顶大马厉害的地方。因为在疫情当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都面临了资金问题，而大多数都选择了 Equity Financing， 也就是发放私下配售，甚至是附加股来筹钱。但是云顶大马却没有选择这么做，他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则是选择了 Debt Financing， 也就是发放类似债券的 Senior Notes。 从这里可以看到，跟定 Malaysia 的全资子公司跟定 M Capital Labuan 在 Singapore Exchange 发放了大约1个 billion 美金的 notes， 然后跟定 New York LLC 的全资子公司 Gani 跟定 New York Capital 也在1月宣布要发放价值525万美元的债券，而两项的目的都是为现有借款进行再融资，以及资本和营运资金上的用途。这也展示了他们的信心，因为要发债券并不容易，因为市场必须要对他们的公司有信心，投资者才会购买他们的债券。至于市场要怎样才会继续对他们有信心呢？这里就有几个点是投资者们要知道的，因为一旦这些点出现了变化，都有可能直接影响云顶大马。第一，云顶的赌场生意，虽然说废除赌场不是很可能发生，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财政预算案里赌博税被增加，市场的情绪肯定会被影响。那么第二就是云顶大马傲人的股息，相信很多人持有云顶大马都是因为他们的股息吧，而如今疫情当道，云顶大马的股价还能维持，股息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那如果有一天云顶停止派股息，那相信股价也会有所变化。而第三就是云顶的管理层，希望他们不要再把亏钱的产业注入云顶大马，好让投资者们不受惊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最近的图表走势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低点，云顶大马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近期从20级58线已经呈现了一个 resistance， 并出现了反弹迹象，交易量也稍微超过了50天的交易量平均。所以虽然很多人觉得云顶大马在这一次 MCO 3.0 将会再次受挫，但是从技术面的角度中，我们发现其实市场对云顶股票的供求并不那么认为。但是这里要注意，在小编截稿之后，首相已经宣布了全国将进入全面封锁，那么相信这必然对云顶大马股价产生影响。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云顶股市真的下滑的话，第一个支撑点 support 将会是在20级58线，而如果也被跌破的话，那么第二个 support 将会是在20级28线。那你们觉得云顶大马会否再次跌到 MCO 1.0 时的10级80线低位吗？可以到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如果想要小编我分享疫情来临股市应该注意些什么，请在留言区打上666哦。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